大家好，欢迎回到宋说新语。那今天啊，Archive 服务器啊好像停了，我看了一下，说这个17号这提交的论文啊会放到20号之后再弄。看来 Archive 也有累的时候，是不是被 LK99 这波论文潮给整了呀？那想起这个 LK 兄弟啊，特别是李世培啊，我就隐隐的有点想法，我说这个 LK 到底被各国机构调查的怎么样了？你想啊，一个土生土长的汉城人，首尔人，韩国的相关情报机构对他肯定是非常了解的。那现在呢，就是大家最好奇的是 LK99 它的薄膜专利，它到底它的研制过程是怎么样的？实际上这个事儿呢，它不是单独的一个秘密，因为这些设备啊都不会在它那个量子物理研究中心的那个小地下室里边，因为它需要用很多别的设备，需要别人协助。那这些每个设备都会存一些信息，因为它要处理这些数据的话，每一个设备实际上都是一个综合性的工业电脑，是吧？所以呢 LK99 所有专利的信息实际上是遗存在一个一个那些使用设备的单位，然后呢核心的东西 LK99 呢应该把它放到了一台没有联网的电脑里。那这是我基于它是一个计算机这么一个教授者的看法。李世培啊毕业之后啊，在大学里面呢干过一段老师，教计算机，所以呢，我觉得他应该有这些网络安全常识吧，他不应该把他的专利放到一台联网的电脑里边。但是你以为不放到一台联网的电脑里边，相关机构、相关国家就没办法了吗？很难说呀，因为这个博士的智商高，情商呢，那不一定高。所以我现在对李世培他的这个专利到底是不是已经被刺探的千疮百孔了，我持谨慎的乐观态度。那说到这儿啊，我就想起了刚刚看到的一个消息，就是说我们中科院的地球物理所的一位博士啊，哎呀，被骗到缅甸当翻译的，据说，哎呦，看了以后把我给弄的这个别扭劲儿啊！有网友发文说，他的博士朋友呢，在2022年8月16号被骗到缅甸，至今已经1年了。就是图上的这个中科院地球物理所这个地方，我还真熟，他后边路那边那2栋楼就是原来我们办公室还待过。哎，你说每天啊被强迫工作18个小时，同时被严密监控。他毕业于呢就是这个中国科学院地球物理研究所。那么看起来呢是个老实孩子啊，英语很好。有网友就感慨啊，说这个中科院的博士你看都被骗到缅甸去摇电话，但凡他能这个分一点知识给我，他也不用去缅甸摇电话，我也不会在工地搬砖了。被骗到缅甸啊，和你会不会英语是不是在搬砖其实关系不大，其实就是你的防范心我们说呀，高学历的人被骗并不少见，高学历人啊往往更容易上当。所以我们说这个李世培和 LK 这俩兄弟特别低调，这也是不被骗的一个可能。但是全教授不是还先发了论文了吗？他还是被骗了，是吧？因为这些博士们一心扑在学业上生活经验呢大部分是相对单纯我在相关的科研院所也好，还有一些企业，包括其他的一些企业，确实接触到很多这样高学历的人我一度居住和工作的地方周边的博士浓度确实是非常大的这些研究性的企业。说这个博士原来是炒币亏损，家庭条件一般，所以呢就看到了这个招聘消息，他妈妈还瘫痪。当时呢是人家招聘呢是应该是会计，但是呢他后来呢就上当了，可以说被骗到缅甸受尽磨难，家人也为他担心。这个现在呢据说有人准备营救了是不是吴京也准备要忙起来了所以大家呢还是要擦亮眼睛。那 LK99 今天没有更多的消息，其实有一篇论文我昨天漏了，但是今天翻译有点慢我就先不跟大家聊了这就是 LK99 和中国博士上当的这个消息。那更重磅的消息是在这儿大家一看就明白了，恒大呀破产了呀我们先看一下中国恒大集团 Evergrande， 它不 grand 了。那这是中国恒大集团在广州的总部，那它在美国呀刚刚宣布
在美国纽约联邦法院啊刚刚申请破产保护。这个消息啊，可以说对于所有的中国大陆网民来说，那是一个冲击波，很多人可能都给惊傻了啊！恒大破产啊，你丢人丢到美国去了。哎，很多老百姓都有这个想法，为什么恒大会到美国去申请破产呢？哎，就这个问题啊，我特意问了3个 AI 啊，我们把这个论文的这个关掉啊。那这3个 AI 啊都很有意思，我们4个 AI 还加上咱们百度文心一言，先看必应的啊，New Being 的说什么呢？我的问题是啊，中国房地产公司恒大集团在美国啊，这个根据破产法第15章在美国申请破产，为什么中国的企业要在美国申请呢？哎，New Being说呀，他说根据搜索的结果，美国破产法第15章是一种允许外国企业在美国申请破产的规定，以保护跨境破产案件。恒大集团这样做的目的呢，可能是为了避免以阻止恒大的债权人在美国提起诉讼和扣押资产，这样可以更好的腾出空间和精力进行破产重组和其他的挽救方式。啊，这个说的吧，只能说是能打60分吧。啊，这只是点出了这个15章的内容啊，没有说更多的啊。这是 New Being。我们再看下一个，这是谷歌巴德啊。谷歌巴德说呢，美国破产法15章允许外国企业在美国申请破产，以保护在美国资产免受外国债权人的追索。这项法律旨在促进全球经济的稳定和效率，保护外国企业在美国投资的信心。啊，根据美国破产法第15章啊，外国企业可以申请破产保护，以暂停其在美国资产的所有诉讼，并制定重组计划。那该计划必须得到大多数债权人的同意，并获得法院的批准。一旦计划获得批准，该公司能够继续运营，并最终摆脱债务。那中国恒大公司在美国申请破产保护啊，是根据这个美国的规定，该公司在美国有大量资产，包括房地产、债券和股票。申请破产保护将帮助该公司保护其资产免受外国债权人的追索，并制定重组计划。啊，后边都又说了一个内容。哎呀，谷歌巴德这个呀，勉强也打60分，说实话太啰嗦啊，也其实没比这个New Being多说太多内容啊。巴德呢是一贯的啰嗦啊。那么看下一个，哎，这是 Cloud 啊 ，Cloud 这个讲的还是比较细的。Cloud 说呢，根据美国破产法啊，外国公司如果在美国有业务和资产，也可以在美国法院申请破产保护。你看这个也就说的比较好，就是中国网友关心的是他为什么会在美国破产呢？哎，就是说根据破产法，外国公司也可以，这就说明他理解的意思了。那恒大集团在美国持有资产和开展业务，因此有资格在美国申请破产。这一点呢，谷歌巴德也点到了。那第二条呢，美国破产法第15章专门适用于外国公司的跨境破产，它允许外国公司在美国申请破产，受美国法院保护，免受债权人索赔，而不需要在其注册地破产。哎，你这胳膊可够长的是吧？第3条呢，恒大集团可能认为在美国申请破产可以更好的保护他在美国的资产，避免美国债权人抢先申请扣押资产。美国法院可以凌驾于中国法院，先行实施保护措施，是真的吗？在美国申请破产也有助于恒大集团争取实现重组。哎，这个巴德也提到了，美国破产对企业更为友好，给予更多的机会重组，而非清算，这对维持恒大国际业务运营也很关键。第5呢，这可能也是恒大全球破产重组策略的一部分。美国破产申请只是其中一步，恒大可能在其他司法管辖区申请破产保护。哇塞，这 Cloud 可是够深入的，我不知道他说对不对啊？这 AI 助手啊去打官司，哎，如果他上去，他应该比前面的2位 New Being 和 Bard 要强。这个我给他打80分啊，打80分，因为我对这个破产法确实不了解，他说的我感觉好像是有那么点道理啊。我们再看重头戏上场，哎，这是文心一言的，我忍不住笑了。我当时打开文心一言，我最后提问的，往一贴，他告诉我一个中国企业500强。你看他说啥？我说一问这个问题，他说中国企业500强，根据中华工商联合会主办的发布活动，中国企业500强啊。他告诉我了一个，我问
恒大为什么在美国申请破产？问他2遍，他都告诉我说：“哎，中国民有500强。”我怕你们不信，特意我抓图了，我给大家看一下啊，这是当时的屏幕的内容啊，可以看一下。我拷贝粘贴啊，把问题粘上去是吧？看，我把问题粘上去。哎，然后他得了这个结论。让我从巴德这儿把问题拷过来，然后呢，你看他给我怎么回答的？我不甘心啊，我又问了一遍。好吧，怎么样？百度文心一言那就是牛逼，有政治敏感性，有政策导向，懂中国的国情，咱们中国人还就得用文心一言啊啊！这就是关于这个四个 AI 啊，这个 ChatGPT 就不让他下场了，他下场肯定是吊打所有的。所以呢，在 New Bing、谷歌巴德 Cloud 和百度文心一言之间，我认为呢，第一名Cloud， 并列第2的啊，60分的 New Bing 和巴德。那么我们文心一言屈居第3，我怎么也得给他5分吧，是吧？给他5分吧，这么多字儿，你老师是吧？咱以前这个老师也没刁难咱们是吧？也得你只要答得多，总得给个分嘛。所以文心一言给你5分，哈哈，屈居第3啊，继续努力。那好的。关于今天这个话题，一个是 Archive 停机啊，这个中国博士被骗缅甸和恒大破产的消息和大家聊到这儿。你有什么想法呢？可以在评论区留言。谢谢大家收看，咱们下次再见，拜拜。